为什么现在离婚的越来越多？我也不想啰嗦，直接跟你们唠唠嗑。据统计啊，60后打死都不离，70后在纠结离不离，80后过不好就离，90后呢是看不顺眼就要离。那离婚率高哈，我认为全怪那个造床厂。为啥子这样说呢？有句话叫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以前的床呢是1.2米、1.5米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翻身就压到手弯弯，顺势就往怀里钻，那脸对脸，怀对怀，再多的气也生不起来。现在的床哈是1.8米、2米长，中间空出来的位置都能挖口鱼塘，咋个翻都挨不到对方，所以装都懒得装，第二天起来照样气得心慌。床越做越大，人越睡越远，感情自然越来越浅，自然就有离婚的危险。所以大家要牢记啊，澄清一对蜡，悔清一碗茶，草无心不发芽，人无心不繁华。路湿早脱鞋，遇事早安排。不想离婚的朋友就赶紧把大床换小床，这件事情赶紧安排起来。有道理。你杭州相亲大会你看了吗？看了，那不男的一个都没去吗？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那就是男人想通了呗。那有钱的不可能去这个地方是吧？那没钱的他不去了也白去吗？有道理。那再说了，那是什么好人能沦落到相亲这个市场吗？对不对？那好的不早让人挑走了吗？那上这个相亲会的那男人不都是最不会搞定女人的男人吗？去参加相亲会的女人不都是那种被男人最难搞定的女人吗？是不是？那你说你让一个最不会搞定女人的男人搞定一个最难被男人搞定的女人，那不就是一场闹剧吗？好家伙！那你有商家不说了吗？相亲会就像啥呢？傍晚的菜市场，那好菜都让人挑走了，那剩下的菜都是白菜帮子。呵，那大姐，那你去干啥呀？我去看玩意儿。你老白菜帮子。按照我国的人口比例啊，就应该实行一妻多夫制，一个女人至少要有4个老公才行，这样可以提高结婚率，减少光棍啊。4个男人一起养家糊口，负担也小。想给老婆买点什么高端产品，4个人一凑，啥子苹果啊、大雕啊，说买就买。女人也不需要去外面约搭子打麻将了啊，跟3个老公在家里就可以打，留1个老公做饭，还可以减少离婚率和出轨率。你想啊，一个女人4个老公，她还出轨干啥子啊？男人就更不可能出轨了啊，对方身边4个男人，你敢勾引他试试啊？再说了，他都这么多老公了，他还搭理你呀？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你得扛起走。老公决定你的命运，你还别不信哦。今天有个粉丝问我嫁什么男人最好，其实不管女人嫁给谁哈，都感觉很倒霉。如果你老公是开饭店的，那你就有切不完的葱，剥不完的蒜，擦不完的桌子，端不完的饭。如果你嫁个老公那卖家电，样品摆了一大片，你就不能出门，只能看店。进货容易卖货慢，生意好了又忙得你团团转。你要是嫁个种地的呀，打药除草挖土非你莫属。嫁个老公卖海鲜，腥味一闻一整天，手套一戴围裙一拴，时刻担心鱼儿把肚翻。嫁个老公干装修啊，水泥渣子用手抠，每天还要把工具收。嫁个老公卖猪肉，你的身体就不会瘦，卖剩下的吃不够，身上的脂肪是越长越厚。你要是嫁给公务员呐，收入稳定能存钱，日子过得很清闲，吃香喝辣笑得甜。你要是嫁个厨师呀，不愁吃不愁喝，桌上的菜是一抹多。要是当个厨师长呢，工资高的不敢想。哎呀，老公要是卖钢材呢，又是搬来又是抬，汗水顺腿打死海。嫁个老公开货车，饿不完的肚子憋不完的尿，看到厕所就想往车下跳。姊妹儿，命里一尺难求一丈，穷日子穷打算，富日子富装扮，有钱把日子过好，没钱把心情过好。你嫁一座金山银山，都不如活得快乐平安。你这简历啊，你1年换了3份工作呀？为啥呀？第1份工作老板跑了，第2份工作老板进去了，第3份工作老板得绝症死了。您这是我找的第4份工作。那个这么的，就是咱隔壁啊，那屋是咱们的死对头啊，你去他家应聘去，我1个月给你补1000块钱。老板，你最低也得给我2000。为啥呀？隔壁公司给我1500，让我上这儿来。